มึง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ต้องอยู่ในเงามืดพวกนี้ไปอีกนานแค่ไหนวะ歡迎大家返到嚟 Moving Island。喺講第二節之前，想先問下大家嘅，睇過《日食》呢套劇嘅你哋會睇到啲咩呢？會唔會有啲似曾相識嘅感覺呢？亦都會唔會有啲嘢其實你睇漏咗嘅呢？有好多人問我點解會特登揀呢套劇嚟講，佢嘅評價亦都係好壞參半嘅，會俾好高分嘅人會俾得好高分，唔中意呢套劇嘅人亦都有唔少，亦都聽到好多人話主要係睇主角兩人嘅 CP。今日喺度亦都想就呢個情況去作出回應嘅。因為呢套劇嘅門檻的確係幾高，要睇得明佢講乜，又頂得順佢節奏慢嘅人唔多。而且呢套劇嘅重點係在於佢營造嘅氛圍感同埋故事含義等等嘅元素。佢亦都並非以單純嘅劇情去做主導嘅，因此令觀眾亦都比較難捉摸同評價呢套劇。亦因為佢所描述嘅地方其實好細微，觀眾亦都需要花好多耐性同時間去觀察角色之間嘅感情鋪排。但今日我係以推薦呢套劇嘅角度去俾觀眾重新評價呢套劇嘅，去俾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呢套劇所講述嘅內容比較沉重在於觀眾嘅視覺會隨住主角抑鬱嘅情感去進入故事，亦都在於佢所探討嘅議題除咗同性戀議題之外，所有嘅爭議亦都不外乎劇中所探討嘅重點所在，即係指對極權政治嘅拷問。好多時候談論到影像作品嗰陣，會牽涉到作者想表達嘅哲學問題，即係作者佢將本身嘅想法去透過影像作品去表達出嚟。佢所觸及嘅唔單止係單純嘅劇本或者劇情，而係影像作品本身嘅整體表現，即係指你睇到同聽到嘅所有嘢。佢可以係透過故事去表達一個社會嘅縮影，同時都可以透過影像作品去表述事件嘅時間縮影。因此，對於時間呢個概念，唔同媒介會有唔同嘅表達方式，對於時間描述嘅觀點亦都會有唔同。影像作品同小說文本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俾觀眾可以想象嘅空間唔同。影像作品好多時候係透過環境營造嘅氣氛啦、音樂、聲效、演員嘅演技等等去重現文本當中透過文字表述嘅畫面。佢俾觀眾嘅想象空間相對於小說係會比較少嘅，而小說文本則會有更大嘅想象空間，去俾讀者將整個場景透過文字係根據個體所理解嘅內容而幻想出自然不同嘅場景。當小說解說故事劇情嘅時候，讀者可以透過小說中嘅文字陳述去了解角色心理嘅獨白同想法，以及對環境同歷史資料等等各方嘅描述去理解角色嘅狀態，從而去俾讀者去理解作者想表達嘅文本內容。但影像作品係唔同嘅，導演唔可以用單一冗長嘅對白去將整段嘅故事表達出嚟，因此當小說文本去改編成劇集嘅時候，影像表達則會削減咗好多小說文本原有嘅冗長對白，而將呢啲內容轉為劇集或者電影呢啲影像媒介佢所擁有嘅特性，即係將內容去透過影像同聲音去將事件鋪排成人哋日常生活所見到嘅畫面，例如一啲場景調度、聲畫營造嘅氛圍、角色之間嘅互動、造型、道具、燈光等等，佢作為唔同段落去表達劇情。整體嚟講，不論係製作嗰陣時導演同編劇對作品嘅想法，抑或觀眾本身對影像內容嘅理解，都有住更複雜、更唔容易理解嘅世界觀。而觀眾所接收到嘅畫面，亦都隨住個體嘅經歷唔同而有所偏頗嘅，甚至會出現理解唔到或者睇唔明嘅情況。當完整咁樣睇完日食嘅劇集同小說兩個唔同版本之後，好明顯咁睇得出兩個唔同嘅載體去令到作品表述嘅內容有咩唔同。小說版本嘅故事係更注重於以文字描述角色嘅心路歷程，例如角色嘅背景、心理獨白等等。文字嘅優勢就係透過文字之間嘅簡短篇幅去交代前因後果，呢度亦都係以影像表達故事內容嘅最大唔同之處。文字之間有時候可以比劇集中嘅場景更加跳脫，而唔使花好多時間去交代佢前文後理。影像作品則要依靠聲畫等等元素去同觀眾交代完整嘅細節，透過場景調度同剪接去製造適當嘅節奏，先不至於令觀眾失焦。各方面有所差池，則會令到章節之間嘅連貫性出現問題，亦都會令到場景唔可以成立。最壞嘅情況就係睇唔明佢哋喺度做緊乜嘢，因此唔可以將小說當中嘅文字描述直接成為對白去一一讀出，因為觀眾所見到嘅畫面會同日常情況去產生聯繫並加以聯想。如果同日常生活之間嘅個人行為有啲唔同，就會顯得好突兀同埋好奇怪，最終會因為太超脫日常行為而難以集中劇情嘅故事。因此，以影像敘事同文字敘事最大唔同嘅地方就係佢所
韓國嘅媒介唔單止集中喺文字嘅本身內容，整體嘅表現會受到影像、鏡頭運用、色彩、燈光、聲音、音樂同剪接所組成嘅電影語言，影響佢作品本身去點樣傳遞思想同故事。佢整體嘅環境塑造同演員嘅演出係咪自然都會好影響觀眾嘅體驗同觀感。一般而言，主流 BL 劇集主要集中以節奏明快嘅故事結構去表達人物關係。對於主力去睇 BL 劇嘅觀眾，亦都更容易理解劇情同埋人物嘅關係。呢個亦都係較常用於主流戲劇嘅故事鋪排，簡而明了。呢個就係主流劇集去為咗更容易去傳播同吸引觀眾嘅常用做法。然而日食呢套劇採用係以非主流故事鋪排形式去展開劇情嘅，正正因為劇本注密於大量嘅感情戲去推動劇情，因此亦都好講求演員嘅情感表現。即使劇情裏有鋪排得唔夠完整，例如舅父 Dika 同埋 Chato 主任嘅關係鋪排得唔明顯啦，係令到觀眾睇11集嘅時候有啲突兀。呢個亦都係小說劇情入邊本身嘅硬傷。我本人覺得呢一幕其實可以鋪排得更加好，有一個更好嘅改編。而呢啲細節嘅描寫雖然會令到觀眾扣分，但劇集整體嚟講亦都不失為可以一睇再睇嘅。睇嘅係為咗了解更深層嘅含義，亦都係為咗睇清楚遺漏咗嘅信息。有啲地方特別係人物感情嘅部分，佢描寫得好細緻，呢個亦都係小說冇嘅部分嚟嘅，而係導演 Golf 同埋編劇 Yogi 去透過演員同埋佢哋嘅演技去呈現咗角色細膩嘅情感描寫部分。然而影像作品本身係帶有其時間嘅經驗性嘅，佢包括歷史嘅背景、佢嘅時序以及佢個人經驗等等嘅因素，亦都包含咗角色心理嘅斷續記憶，即係指潛意識當中記憶壓去令到心理同埋遺忘嘅記憶去產生決裂同妄想，去透過影像去呈現某種時間嘅次序或者係段落鋪排，去從而將當刻嘅時間去呈現出嚟。佢唔係一種純粹嘅回憶，而係塑造時間成為記憶嘅一部分。因此呢部影片其實係帶有目的性嘅，亦都希望將當刻我所見到、我所理解到嘅想法同感受，我以解說嘅形式去同接觸呢部影像作品嘅觀眾分享。好啦，咁咩係極權主義呢？翻返去到主題部分。極權主義係一種政治體制，佢通常係指由一個人或者一個小嘅團體去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同文化等等嘅方面嘅所有權力。而極權主義政權嘅特點係極端集權，即係指政治同經濟嘅權力高度集中喺少數人嘅手中。喺呢種體制之下，政府通常會採取嚴格嘅控制同監視措施，去確保社會嘅完全受到控制同統治嘅。佢包括依靠恐怖同強制嘅手段去維持權力，例如佢哋會使用秘密警察啦、大規模監視同埋鎮壓反對派等等嘅手段去維持社會嘅統治。對於個人自由同埋人權去進行嚴格嘅限制，去限制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同埋信仰自由等等。而極權主義嘅政權對當地社會產生咗深遠嘅影響，例如造成咗大量嘅人道主義災難、社會動盪同埋經濟崩潰等。咁呢啲又同泰國有咩關係呢？對於泰國嘅政治環境同埋局勢，相信大家有可能聽過泰國時不時都會有動盪或者政治議題，包括2010年嘅紅衫軍抗議啦，以及2014年嘅政變。嗰一年嘅政變亦都促成咗當時嘅陸軍總司令巴育佢成為咗時任嘅總理。巴育上任咗冇幾耐之後，就即刻宣布咗禁止包括5人以上嘅集會同埋所有嘅政治活動，並且逮捕咗數百名參與反政府運動嘅人士。佢同時巴育亦都加強咗審查去批評皇室嘅言論。而嗰啲反對軍政府嘅人民亦都遭到起訴，並且判咗入獄，佢哋屋企人亦都受到威脅。由於巴育政權嘅出現，喺一個極權政府嘅統治之下，係令到泰國民眾去渴求改變，因而出現喺2023年嘅6月喺眾議會大選嘅時候，民選議席由 Pita 所帶領嘅前進黨佔為最多席位。當然掌權者見呢個形勢心知不妙，佢又試圖多加幾分阻攔。參議院喺2023年7月13日喺首日進行泰國總理選舉嘅時候，去同參議院議員去施壓，佢哋唔投票去俾唯一嘅總理候選人 Pita， 而選舉委員會更加向憲法法院提告 Pita 持有媒體公司股份，並且暫停咗 Pita 嘅議員職務。而事實上 Pita 手上持有嘅媒體公司股份係繼承佢爸爸遺產入邊留落嚟嘅股份，而當中佢只係佔散戶。而呢間 ITV 媒體公司喺2007年起已經冇製作任何節目。喺呢度可以睇到泰國政治環境當中極權主義嘅黑暗面。與此同時亦都可以睇到現時泰國正在處於一個變革時期，佢正正處於民主改革最熱門嘅時期。而家正正有一啲平台去俾呢啲意識形態萌芽，其中一個就係而家相當出名嘅 GMMTV， 佢係泰國一間大型影視企業，同時係一間電視台。從 GMMTV 喺改革獨立以嚟，佢聚集咗一班影視演藝人員去創作唔同以往嘅作品，佢包括去關注一啲家庭關係、性別同
性向意識、社會時事同埋哲學倫理等等嘅問題。佢哋透過影像作品向觀眾展示出唔同意識形態嘅發展，係俾公眾去了解到一直存在嘅問題，再而進一步反思問題。佢哋同時亦都推動咗泰國社會整體意識形態同埋經濟嘅進步。現時巴育亦都宣布咗喺7月會辭任總理一職，並且退出政壇。另一方面，泰國民主改革雖然波折重重，但係前進黨可以帶領泰國走到幾遠呢？而泰國政局又將會有乜嘢改變呢？欲知後事如何，大家可以留意多啲泰國嘅政治局勢啦。劇中佢經常提到影子同日食呢兩個元素，呢度所指嘅影子同日食係互相呼應嘅。呢度藉由日食製造出嚟嘅影子去形容人們嘅自我意識被蒙蔽。喺日食呢套劇入邊，佢以學校去描述一個社會嘅縮影。我哋仲要活喺影子下邊幾耐呢？呢一句直指強權底下嘅反抗，同時映射出壓抑嘅外在環境對學生成長嘅危害，並希望藉由呈現呢種壓抑嘅氛圍同規定，去俾觀眾反思呢啲既有嘅規範係咪已經不合時宜呢？去藉此引導出規定本身嘅合理性，提出俾觀眾進行獨立思考，並質疑當下所存在嘅規範係咪侵犯個人自身權利呢？而實際上，故事係以 Superdry 校園借喻泰國，佢以校內唔同組織嘅身份，例如校長同訓導主任、學校領袖新隊伍、世界記憶學生組織嘅抗爭三姊妹同埋普通學生等等，去隱喻其政治、經濟同埋社會各個階層。同時亦都係對於法治、法制、LGBTQ 等議題嘅呈現，仲有採取詛咒呢個手段去恐嚇學生，去令到佢哋唔敢違反校規同提出反對意見，佢只需要佢哋服從同遵守。呢個故事引用咗好多1984、利維坦等等嘅哲學概念去俾角色之間進行討論，亦都有意圖藉故事將一啲意識形態同埋想法向觀眾提出質問。大家可以睇睇以下呢一幕。แกงโลกไม่ลืมแม่งโคตรเจ๋งเลยมึงรู้ปะใครป้าคราวหน้าต้องมันแน่มึงอย่าเสือกไปร่วมกับพวกนั้นนะๆทำไมอ่ะเป็นห่วงกูเหรอกลัวว่ากูจะโดนอาถรรพ์แบบพวกนั้นหรือไงถ้ามึงรู้เรื่องนี้แล้วอะมึงยิ่งไม่ควรไปร่วมใหญ่เลย เว้นแต่ว่ามึงเองนั่นแหละที่เข้ามาเพื่อปลุกปั่นคนพวกนั้น。當阿指出反抗者作出示威行動嘅時候，係受到敵對學校嘅唆擺或者受到他人嘅指使，而非基於個人嘅諗法。更一度認為阿人係幕後指使反抗者示威嘅領袖。ไอแนวคิดที่คิดว่าคนออกมาประท้วงเพราะมีคนอยู่เบื้องหลังนะแม่งโคตรเชยเลยมึงรู้ปะทำไมมึงไม่คิดวะว่าทุกคนเขาก็มีสมองคิดเองได้อะอะไรที่มันไม่ถูกต้อง啊เขาก็มีสิทธิ์ออกมาเรียกร้องกันทั้งนั้นเปล่าวะ當阿睇面對反對聲音嘅時候，佢第一時間就認為係敵對學校嘅手段，而令到學校造成混亂，而並非係基於個人獨立思考嘅。ถ้าคิดได้ทำไมถึงไม่คิดที่ทำตามกฎอะทุกคนจะได้มีความสุขสงบสุขเรื่องนั้นไม่ต้องวุ่นวายแบบนี้ไล่ความสุขที่ว่ามันเป็นของใครเหรอถ้า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กับกฎของมึงจริงนะแล้วเขาจะออกมาเรียกร้องกันทำไมกูถามมึงหน่อย而家人本身就係一個唔中意循規蹈矩、有新想法嘅人，佢覺得唔着校服都冇所謂。佢認為着其他衫對學習係冇影響嘅，佢亦都唔相信認為係錯嘅事，亦都唔相信佢認為唔合理嘅事。佢係好大膽、好有野心嘅人。而正正係同I人相反，佢係一個規則嘅守護者，但係I人係中意破壞規則嘅人。กฎมีไว้ให้ทำตามแค่เรื่องง่ายๆทำไมทำมันไม่ได้วะไม่ใช่ว่าทำไมทำไม่ได้เว้ยการตั้งคำถามมึงไม่ควรจะถามว่าทำไมทำไม่ได้มึงควรจะถามว่าทำไมมึงต้องทำตามนะฮะใครส่งมึงมาปลุกปั่นที่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เก่ามึงใช่ปะ呢兩個角色一直都喺度互相挑刺，I人亦都試圖去改變呢個截然不同嘅意識形態。而I人呢個角色，佢慢慢引導佢讓去思考呢啲所謂嘅規則係咪真係正確呢？佢係俾逐步去思考呢啲問題係咪正確嘅。而正正係因為面對擁有人權意識嘅I人，因此佢喺每次同I人議論個人立場嘅時候，都係一次衝擊，去令逐漸去思考呢啲規則同人權等等嘅問題。ไอ้คันไอ้วัดจัดการอะไรนี่มันของพวกหนูนะคะพี่ไม่มีสิทธิ์นี่มันสิทธิ์ของพวกหนูเอาคืนเรื่องสร้างปัญหาสักทีนี่ถ้ามึงไม่กลัวพวกกูอ่ะมึงกลัวคำสาปมันก็ได้แต่พวกพี่ไม่มีสิทธิ์มายึดของพวกหนูแบบนี้นะคะใช่มีสิพวกกูเป็นสารวัตรนักเรียนพวกกูมีสิทธิ์
從以上情節，我哋會睇到日常生活中我哋可能會遇到呢啲問題，而呢個情景亦都會令人聯想到有兩個要點。第一就係對於人權嘅擁護，令我哋了解到個人資產嘅所有權；第二就係對人權意識嘅萌芽同埋啟蒙。因此呢一種壓抑嘅氛圍以及充斥住各種唔同嘅哲學思想，包括佢包含咗極權主義、人民主義、多元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同民主之間各種嘅拷問，營造出日式呢個獨特嘅世界觀。各個部分都充斥住疑問同疑惑，好多看似理所當然出現喺日常生活嘅事，原來背後有住唔同嘅意義。而作品嘅故事建構，正好俾觀眾向我哋所面對嘅日常進行多一份思考，去了解當中嘅因由同埋意思。透過接觸更多對個人權利唔同嘅睇法，從而意識到擁護人權嘅重要性。對於白色恐怖嘅描述，一幕幕對抗爭者學生嘅拒絕同埋恐嚇，象徵住極權主義下所帶嚟嘅影響。佢哋嘅每個動作同細節都係推動住極權主義嘅運行。而喺學校入邊，呢啲情況更可能會出現喺政治教育同埋言論自由方面。政治教育喺學校嘅教育體系入邊，唔單止係重要嘅一環，亦都係培養學生公民責任同埋社會責任感嘅重要途徑之一。然而，當政治教育變成咗灌輸特定意識形態嘅手段嘅時候，學生嘅思想自由同埋人格尊嚴就會受到威脅。ข้าพเจ้าอะไรพูดสิพูดจนกว่ามันจะฝังในจิตใต้สำนึกพวกเธอพูด 喺一啲學校入邊，政治教育好可能會係嘗試灌輸學生一個特定意識形態，而忽視同打壓其他意見同觀點，從而產生恐懼同不安。例如會出現喺校規同埋違規處理手法入邊。ข้าพเจ้าขอตั้งสัตย์พร้อมกันข้าพเจ้าขอตั้งสัตย์ปฏิญาณว่าจะไม่ละเมิดกฎของสุภโรอีก。而劇集《日食》就將呢種恐懼同不安具現化為詛咒，佢將呢樣嘢變為可視化嘅行為同事件，去加強佢嘅象徵性同威嚇，從而令學生因為擔心受到詛咒，即使被打壓都唔敢去發聲，表達自己嘅觀點同意見。但係呢個情況會導致學生嘅思想僵化同埋缺乏創造力，令佢哋成為盲目遵從規則嘅追隨者。วันนั้นกูเห็นมึงรอจังหวะนัดสิทธิ์เข้าห้องพักแล้วมึงก็ลงมือเชี่ยโคตรหลอนสัตว์กูไม่ได้อยากทำอะไรใคร然而，言論自由係民主社會嘅核心價值之一，而言論自由嘅維護係對於學校教育入邊嘅學術自由同公正係至關重要。而喺蘇不多學校入邊，學生同老師嘅言論自由係受到限制嘅，佢對於唔同意見嘅觀點進行打壓同監控，從而產生對於監控同自我審查嘅恐懼。學生同老師亦都會感到好唔自在，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嘅言論係咪會受到懲罰或者報復。呢種情況進而導致學校嘅言論氛圍變得僵化、激進同孤立。正如卡農嘅演員 Neo 喺訪問中所講，呢部作品就好似一個社會嘅縮影咁樣，佢係一個對國家體制嘅投射。導演將呢種關係角力帶到劇集呢個舞台度，去俾大眾透過影像媒介認識到佢現時身處嘅社會體制。佢透過黑人呢個角色作為切入點，去解剖同埋對抗呢種極權社會嘅體制，以各種關係角力、黨派抗爭以及個人自主權之爭提出疑問，去俾觀眾反思極權體制帶嚟嘅問題。正係因為學校冇建立一個開放同埋包容嘅言論環境，去鼓勵學生同老師自由表達自己嘅觀點同意見，因為冇尊重唔同嘅聲音同埋觀點嘅存在，反而用強硬嘅手段同權威去打壓抗爭勢力嘅學生，去導致反抗聲音越嚟越激烈。因為問題唔係在於反抗者，而係在於制度本身嘅不合時宜為學生帶嚟不適。抗爭只係長期以嚟嘅不適所帶嚟嘅結果。若果冇正視呢啲聲音，只會帶嚟更強烈嘅反抗。
然而呢一幕幕嘅現實情景重現，對於學校自我審查同埋校內政治手段嘅各種情景重現，例如學生喺壁報板上張貼大字報提出抗議，而大字報喺翌日俾人燒毀，或者用身體阻礙別人日常活動去令佢哋注意抗爭者嘅聲音等等。而學校應對嘅做法則成為關鍵，係表達意識形態嘅表現。正如 Tua 所講，原本中立派嘅佢因為不滿學校嘅處理手法而決定要企出嚟做一啲行動去表達個人意見，因為學校從一開始並冇打算聆聽學生嘅聲音，亦都冇去了解學生企出嚟反抗示威嘅原因。除咗時代變遷嘅文化背景唔同造就唔同意識形態之外，學校嘅立場即引用咗以上對下嘅權能壓倒學生。佢務求令反抗學生就範同配合，如果唔係就會懲罰學生去令佢哋遵從校規，或者要求學生發誓遵從唯心嘅理念，去強迫學生講出否定自我信念嘅話語。其實呢度講到白色恐怖嘅情節，假如有經歷過嘅話，就會知道劇中所講嘅嘢唔係真係講笑，因為佢哋往往就係一啲好微細嘅位置對你落咒，去令你就範。佢每一次要求他人就範，佢每一次嘅以權施壓，就等同於拒絕接受其他嘅聲音，而每一次嘅拒絕都會令發聲者感覺到壓迫同恐懼，而恐懼就會令人唔夠膽講出與眾不同嘅聲音，從而令本身嘅不滿加劇而造成反饋。咁第二節就暫時嚟到呢度啦，下一節就將會同大家去探討一下日式劇中所提及到對於民主社會同埋極權國家嘅質疑，以及平等權利嘅問題。